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国立南大学资讯工程学系陈怀恩老师。今天很高兴在这边为大家介绍我们的课程模组——智慧农业与 ICT 技术应用实例。大家都知道，随着我们少子化以及社会老年化的这个趋势越来越严重，就会造成我们从农的人力非常的吃紧。也会造成我们的农业成本随之提升，所以呢，我们就需要把 ICT， 也就是资通讯的技术，包含人工智慧、感测技术以及通讯技术，想办法应用在农业当中。希望呢，借这些资通讯技术，减少我们的劳动力的负担，能够增加我们农产品的品质以及产量。好，那我们的课程呢，就会在这些主题上带给大家相关技术的体验。过去的农业发展是以人力为主，耕种、畜牧与渔业皆是透过人的机械操作来达成。现今的农业再透过资通讯技术的辅助，来降低人的依靠。资通讯装置可以进行长时间的资料收集与自动化。未来这些资料可以再进行分析，透过感测器及自动化机器人以及无人机来扩大资料收集的精准度范围，再透过资料分析以达成更多辅助性的判断。食物呢，对我们人类的生存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也就是说呢，农业是我们在生活中绝对不会消失的一个产业，而且在根据我们的资料，在近年来呢，矽谷呢，它的科技投资对于农业呢也是逐年飞快的成长。让我们来看下面的图片。从图片中我们可以看到，近年来矽谷投资家在农业科技上的投资，在2005年到2011年之间，我们可以看到近年来矽谷投资家在农业科技上的投资，从2005年到2011年之间，投资大概在2亿美金左右。可是，在2012年之后呢，这个投资呈大幅度的成长，不断的提高，金额也快速的增加。尤其是在2015年以后，已经高达5亿美金的规模，且持续不断的增加，可见大家对此一新兴产业具有相当大的期待。在科技农业发展上，台湾具备了相当好的利基，我们有相当良好的农业技术与经验，以及改良技术。若结合我们的强项资通讯产业，未来智慧农业发展可期。同学们会想问，什么是智慧农业呢？讲白了说，就是把资通讯技术应用在农业上，包含了哪些技术？第一，感测器的技术，它要感测环境的一些参数，并且用无线网路传到这个伺服器当中。第二个呢，就是机器人的技术，因为机器人可以节省我们的劳动力。第三呢，根据这些感测的数值，我们就要进行大数据的分析以及这个 AI 人工智慧专家系统的判定。接下来，我们用下面这张图为各位说明这些 ICT 领域的关联性。请各位看到智慧环境感测技术包含了感测器开发与无线通讯结合，提供大量的资讯收集。在机器人技术方面，提供农业自动化生产采收的方法，降低农业人力下降的冲击。在资讯分析技术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部分提供了资讯分析与判断，降低气候与环境变异对于农业生产力的冲击，并且可以制作有效的农产履历，达到有效地追踪与市场分配。接下来我们看到资通讯应用与农业的趋势。近年来 ICT 技术已经在农业的应用上大幅提升。2019年农业用物联网装置将达到6000万的数量，是2015年的2倍。预计呢，在2020年的时候将会达到2.5倍，这么惊人的成长幅度。随着 ICT 的应用，农场中相关的资料量也大幅的增加。
这些资讯呢，可以协助我们的农夫来进行判断耕作的时机、灌溉的时间以及是否施肥等等。未来这些运用在新兴农业的科技将会不断的提升，也加速了我们智慧农业的发展。过去的农业和现今的农业有什么差异呢？改善了哪些问题？又为何要发展智慧农业？传统的农业从商品来看，大致可以分成农业与养殖渔业，其中农业根据不同的照顾需求，有大范围跟比较小范围的分别。在大范围方面，我们可以看到需求有大面积的灌溉跟蛀虫的控制。较小范围呢，比如说像温室，我们就必须要对环境因素有精确的控制与调整。这两者呢，都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相对于渔业来讲，也是情况非常的类似。过往呢，我们常常需要大量的劳力以及资源来完成水质的检测、水位的侦测、渔产的这个定位与识别。若这些都能达到自动化，将可以省去许多人力的成本，让我们的农业从农会更加的便利。在智慧农业当中，我们会需要各式各样的感测器来协助我们侦测环境的参数。我们在这个投影片当中简单的为各位介绍几种感测器。第一就是化学类型的感测器，第二就是影像类型的感测器，第三就是我们的超音波感测器。以下为各位介绍这些感测器。首先，我们看到化学感测器是完成环境参数的监测，其中有空气的温度、湿度、压力、土壤的温湿度，还有叶面的湿度、阳光的辐射等等。影像的辨识呢，可用于水果大小以及颜色的侦测，判定果实是否合适来摘取，尤其是在它成熟的时候才可以摘取。在养殖渔业中，也可以作为快速鱼类鉴别的筛选器。在这边呢，我们有很多影像的感测器。第三，超音波则是具有穿透性，可以完成水位的侦测以及定位。我们针对相关的技术呢，结合了各个学校，包含了交大、成大、医大、中正大学等相关的学校，我们整合了很多技术，在这一系列的课程当中呢，我们根据了不同老师的专长，分成了4个课程来介绍。其中由交通大学与中正大学的老师介绍应用于植物照顾的前端感测器设计以及通讯网络的系统概念。在宜兰大学这边呢，会以田间机器人为导向，来介绍机器人的手臂与实力中机构的设计，并透过程式的编写来控制机器手臂。成功大学呢，则是介绍超音波系统的构成，以及如何将超音波应用于养殖渔业中的水位侦测。最后，中山大学与中央大学的老师分别为同学解释影像辨识的技术，含神经网络运算如何应用于智慧农业。接下来呢，为各位介绍我们模组里面的第1段，也就是无线感测器与 IoT 的部分。在无线感测器通讯系统这门课当中，我们在左图会对感测器与微处理机的运作原理有初步的认识并且呢学习其设计要点。微处理机是智慧农业中物联网装置的大脑，我们透过它来运算控制，进一步的帮我们了解外界相关的讯息，取得我们所需要的资料。那右图呢是一个分散式的感测网络，我们借由这个网络呢，能够让我们进行多点的资料收集，以便让我们资料可以传回云端的伺服器。智慧农业的目标之一，就是透过感测器去了解动植物的生长状况。在种植的环境当中呢，植物生长相当有关的，比如说就是阳光、空气、水。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测阳光的大小、湿度的高低、
温度的高低等等，甚至呢侦测空气中、土壤中不同分子的状况以及土壤中的矿物质，让我们知道适不适合应该施肥。如果有效的这个利用监测的结果呢，我们再结合物联网的系统，就可以把这些资料传递回云端伺服器。如果能够再加上农业机构的设施，便可以减少往往需要大面积、大量的劳力才能完成的病虫害预防甚至可以做到自动灌溉以及更为精细的作物需要的照顾。在无线感测器通讯系统当中我们也会为各位讲解更细节的通讯传输。第二段的模组课程呢，将为大家介绍我们以番茄采收为例来介绍我们的机器人。各位在这张我们的图片中可以看到我们里面有分成几个非常重要的部件。首先呢就是我们的台车它是让我们的手臂可以移动去做番茄的采收。第二个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机器手臂，它必须要能够控制它旋转、前进、后退，来移动到这个番茄的地点进行采收。最后呢，我们的程式呢都是写在我们的控制电脑上面来进行番茄的采收。那借由这个机器部件的控制呢，我们来控制了这个台车的移动，以及机器手臂的旋转、伸长还有这个手臂上的爪夹来进行番茄的采收接下去的投影片会给各位进一步的说明这些部件的详细情形。在这张投影片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机器人的手臂以及爪距控制所需要的元件。我们从右至左来为各位介绍。首先，右边看到的是用来做控制的 PC， 借由 UART 的界面来连接我们的微处理器控制器。我们的控制器采用的是联发科 Linkit 7688 Duo， 里面有 MCU 跟 MPU。那我们分别利用杜邦线连接左上方的这个机器手臂以及左下方的爪距。那为了考量我们上课的时效性我们采用的是商业版的机器手臂来作为控制。根据这个课堂的介绍，我们先以大番茄为例，设计一个爪距给同学做参考。那课后呢，会让同学依据自己所设计的不同的水果，可以把这个爪距呢再做重新的设计，并且利用 3D 列印的技术来完成不同的爪距。下一张投影片我们会介绍一下我们课堂所使用的爪距。在这个投影片当中呢，各位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我们为这堂课程所设计的爪距。在黄色的部分，它是用来夹住番茄的爪距；在上方的部分呢，会有一个剪刀。那这个爪距呢，总共会有3个伺服马达也就是所谓的3轴我们为各位介绍。那刚刚讲到1的部分，就是我们爪距夹番茄的部分。上面2爪有空缺的部分，就是要夹着那个番茄的茎，以便我们的剪刀来做夹取。那2的部分呢，是透过我们的剪刀。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利用一个伺服马达来让剪刀执行这个剪断的工作。那我们的这个第3呢，伺服马达呢，是控制我们这个爪距向左跟向右。那这个部分呢，就是来让我们这个番茄在抓到的时候，它可以转一个方向，然后把爪夹子放开，番茄就可以落下。第4个部分的这个伺服马达呢，是协助我们让这个夹具爪夹能够夹紧跟松开这个就是我们为这门课程所特别设计的爪具。接下来我们用一段影片来为各位介绍一下我们机器人应用案例里面对于业者的访谈以及实际机器手臂的操作，请各位看。
一般就是市场买的，它会这样子。哇，它会留一个地头。有对。地头它就卖相比较好看，卖相比较好看。如果你也跟我们整串采纳番茄是做番茄酱的。哦。它是整个全部来，你没有看过那个国外那个总按 Rookie 啊，拜托我来啊，然后不管你什么色身都一样，反正通通一起来。啊，因为做番茄酱，所以要求的不用甜的，是做生啊，越酸越好，就不一样啊。啊，这你看你要剪到剪，还是用那个不用剪，用嘎都嘎，还是不用都可以。所以我们采这个番茄，主要就是一颗一颗采，然后采它的地头，然后剪掉一颗一颗这样子。大部分在市场卖，大部分都全部都留地头，因为第一个好看，比较好看。其实那个价是不差。第二个应用案例啊，我们将为各位介绍水产养殖方面的应用实例。在这个实际的案例当中呢，我们主要用到2种这个 sensor 啊，一种呢是所谓的 image， 就是影像的感测器；第二种呢是我们的超音波感测器啊。以下呢，我们看下图为各位做详细的介绍。在这个图中呢，我们可以看到水产养殖的环境参数的监控，包括了温度、溶氧值、酸碱度、盐度等等，再结合水下的影像以及超音波的感测，来观测水产养殖的变化。那可以自动来控制它的一些增氧机、喂食、换水的设备的动作，达到整个水产养殖的智慧化、自动化、自我的诊断、决策、管理。在超音波与影像辨识这门课，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呢？首先，在智慧水产侦测与辨识中，我们可以学到深度学习导论。我们会讨论利用深度学习的概念，以及在水产养殖的应用。第二，物件侦测卷积神经网络。在这个章节当中，我们会介绍可用于物件侦测的方法与卷积神经网络的架构。第三，深度卷积网络建制实验，以深度学习的框架建构深度卷积神经网络，并进行训练。第四，智慧水产辨识实验，以深度卷积神经网络进行虾资的侦测与辨识。接下来我们会介绍边缘端硬体电路的设计。这里我们会学到的有4项：一、影像处理电路设计，这里是以影像色彩空间转换为例，说明硬体加速的电路设计概念。第二，硬体描述语言简介，简要说明硬体描述语言如何描述电路架构。第三， FPGA 影像处理电路实验，以 FPGA 实验板验证硬体加速电路的功能。第四，智慧水产养殖物联网建制实验，我们整合与建制一个智慧水产养殖物联网的雏形，让同学们来体验这门课程的技术。我们在应用智慧水产养殖之超音波系统设计实务中，我们在这个章节当中会借由 MATLAB 进行超音波水位量测系统与定位系统之声波传递模拟，以及讯号处理进行声波模拟之教学，借此呢可以了解基本操作的超音波脉冲系统，并且呢建制实际可用于养殖池中定位虾类位置的超音波系统的原理以及系统建制的要点。对于智慧农业的最终目的会带来哪些好处呢？我想就是降低我们的一些生产成本，比如说劳力或者是其他的自然资源。那我们可以做到对环境的一些保护，那我们能够呢提升我们的产量跟产值。对于工程领域的学生，我们可以利用我们过去所学的知识来协助农业的发展。大家可以想想相关的问题，哪些感测器可以用来协助农业的生产，来预测病虫害或降低自然天气的伤害？如何透过感测器装置协助提供精确的环境资料？如何预计
感测器界面的电路，提高感测器的精准度以及系统控制。这些感测器装置如何能够获得能量，有效率地应用这些能量？相关的农业资讯如何进行传输？在大范围的资料收集之下，如何达到最有效的通讯方式，来降低一些资料传输的错误率？最后，我们要如何提升农业生产的自动化，利用精准农业来控制农业的机器人等等？我们将在本课程模组之后的内容教材上，透过实验的进行以及专家的访谈，让大家更熟悉如何将我们这些 ICT 技术应用在农业生产上。接下来我们来介绍我们这一段影片课程的回顾。我们这个课程呢模组包含了4个 topic。那这4个 topic 呢，我们的学员可以建议大家，你可以依据你的需求拆开来学习单独的挑某一个你感兴趣的来做学习与应用，或者是全部学习完毕都可以。那我们的课程模组呢，借由交大、宜大、中山以及成大4个学校的老师共同合作制作完成。首先呢，我们为各位介绍的是无线的感测器以及通讯网络。在里面呢，我们介绍了这个感测器的特色以及通讯网络传输的概念。在第2个部分，我们介绍了机器人手臂的控制以及设计。这里呢，我们利用采摘番茄当作是课程的一个案例，我们有去访问农民，知道他的痛点，然后借此呢，让同学激发出他设计的一些想象。那借由这些想象呢，我们同学可以回到教室里之后，来设计他们的这个爪具。借由这个设计，我们透过3D 列印的技术，把这些爪具兜上加以这个伺服马达以及一些既有的，比如说剪刀来组成我们的爪具，就可以摘取这个水果。那借此呢，可以让我们同学认识如何利用机器人来节省我们农业操作的时候的一些人力节省。第3个呢，我们是介绍影像的辨识以及neural network 的相关的知识。那影像辨识在农业应用非常广，我们可以辨识这个物体的大小还有透过呢机器学习，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水果它的成熟的程度适不适合摘取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在课程呢会教给各位的。最后呢我们有一个这个超音波的介绍。那由成大的老师介绍这个超音波，最主要是用在这个养殖渔业当中，它可以去侦测水位的高低，然后适时的能够通知我们的系统是不是应该这个补充这个水或者是换水的时机。那它在我们的池底呢透过刚刚讲的影像以及超音波呢，我们可以来定位这个虾子它在哪里。这个都是我们应用于智慧农业上面的一些资通讯技术。希望呢，我们借由以上的介绍，可以让各位同学们更进一步的了解这个资通讯的技术如何应用在智慧农业上，让大家能够触类旁通能够发挥你的想象力，设计更多更方便的智慧农业的一些软硬体的技术，来协助我们农业的发展。以上是我们针对智慧农业与 ICT 应用实例课程模组的简介。很高兴今天在这边为大家介绍我们的课程模组资通讯技术应用于智慧农业案例。测试好，对。老师 OK， 我们就好 OK 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国立宜兰大学资讯工程学系陈环老师，
今天很高兴在这边为大家介绍我们的课程模组，就是将NG。哎对。可以了，好